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陈松，你真的要走吗？小林站在办公室门口，声音几乎哽咽。陈松没有回头，只是将手中的纸箱放在桌上，轻轻地说：“有些路，走到尽头就是尽头。”远处，周强站在走廊拐角，冷眼旁观。窗外阴云密布，预示着一场大雨即将来临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春天的阳光穿透云层，洒在国企锦华集团的大楼上，反射出刺眼的光芒。这栋位于城市繁华地段的建筑，承载着无数人的希望与梦想，也见证了无数人的起起落落。今天，大会议室里挤满了人，窗外的风吹动着树枝，投下斑驳的影子，像是命运在墙上跳舞。周强站在讲台上，身着一身笔挺的西装，他的眼神锐利如鹰，扫视着台下的每一个人。他面带微笑，但笑容却未及眼底。他清了清嗓子，声音在会议室里回荡：“各位同事，今天召集大家来，是要宣布一项新政策。”周强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。为了提升我们锦华的竞争力，公司决定实施人才年轻化战略。从下个月开始，所有年满55岁的员工都将提前退休。话音刚落，会议室里顿时一片哗然，有人低声议论，有人面面相觑，还有人直接站起来表示抗议。但在这一片嘈杂中，坐在角落里的陈松却异常平静，只是轻轻地推了推鼻梁上的老花镜，眼神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。陈松已经58岁了，在锦华工作了整整32年，从一个懵懂的技术员到如今的资深工程师，他见证了锦华的成长，也将自己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了这个地方。然而，就在刚才那短短的几分钟里，他32年的付出似乎变得一文不值。周强继续他的讲话，语气愈发坚定：“我知道这个决定可能会让一些老同志感到不适，但这是公司发展的需要，我们会按照国家政策给予相应的补偿，希望大家理解。”他停顿了一下，目光扫过会议室，最后落在陈松身上。“会后，请陈工到我办公室一趟。”会议结束后，办公室里的气氛变得异常沉闷。陈松收拾了一下桌面上的文件，缓步走向周强的办公室。他轻轻地敲了敲门：“进来。”周强的声音从里面传出。陈松推开门，看见周强正在电脑前快速地敲打着键盘，头也不抬地说：“坐。”陈松在周强对面的椅子上坐下，办公室里只有键盘敲击的声音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周强才抬起头，面带歉意地说：“陈工，对不起，刚才有点急事。”陈松微微点头，平静地说：“没关系。”周强深吸一口气，直视着陈松的眼睛：“陈工，您在锦华工作了这么多年，公司对您的贡献是认可的，但是面对市场的激烈竞争，我们不得不做出一些改变。”“我理解。”陈松的声音很平静，“但我认为经验也是一种财富。我负责的几个项目还在关键阶段，如果现在交接，可能会影响进度。”周强摇了摇头：“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考虑过了，小林会接手您的工作，有什么需要交接的，您可以在离职前告诉他。”陈松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轻声问道：“是因为去年那个项目的事吗？”周强的表情有些尴尬：“陈工，这不是针对您个人的决定，公司需要新鲜血液，这是大势所趋。”陈松知道再说什么也没用了，他站起身，平静地说：“我明白了，我会尽快完成交接。”
走出周强的办公室，陈松感到一阵疲惫。32年的时光，在这一刻显得如此渺小。他回到自己的工位，看着桌上那些熟悉的文件和照片，一时间不知该如何下手。一旁的小林走过来，关切地问：“陈师傅，刚才周总找您谈什么了？”陈松勉强露出一个笑容：“没什么，就是告诉我要提前退休的事。”小林一听，顿时急了：“怎么可以这样？您是我们部门的顶梁柱啊，没有您，那些项目怎么办？”陈松拍了拍小林的肩膀：“别担心，我会把所有东西都交接好的，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打电话问我。”小林还想说什么，但看到陈松疲惫的眼神，终究没有再开口。晚上，陈松回到家中，妻子李芳正在厨房里忙碌，闻声而出，看到陈松一脸疲惫，便关切地问道：“今天怎么这么晚？”陈松将公文包放在玄关处，脱下外套挂在衣架上。单位开会拖得有点久。李芳敏锐地察觉到丈夫的情绪不对，发生什么事了吗？陈松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实话实说：“单位要我提前退休。”李芳手中的勺子差点掉在地上。“什么？为什么？你不是一直都工作得好好的吗？”陈松苦笑着摇了摇头。他们要实施人才年轻化战略，所有超过55岁的员工都要提前退休。李芳一时语塞，然后愤怒地说：“这太不公平了！你为锦华付出了这么多年，他们怎么能这样对你？”陈松走到窗前，看着窗外的夜色，声音有些低沉：“世事无常，人心难测，也许这也是一种解脱吧。”李芳走到丈夫身边，轻轻握住他的手：“那你打算怎么办？”陈松沉思了一会儿：“明天去办理交接手续，然后安安静静地离开，就这样。”李芳有些不可思议：“你不准备争取一下吗？”陈松摇了摇头：“争取什么呢？周强已经下定决心了，与其闹得不愉快，不如体面地离开。”李芳还想说什么，但看到丈夫坚定的眼神，最终只是轻轻叹了口气。夜深了，陈松躺在床上，辗转反侧。窗外一轮明月高挂，洒下淡淡的银光。他想起自己刚进锦华时的情景，那时他还是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，满怀着改变世界的梦想。32年后的今天，梦想是否实现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他问心无愧。第二天一早，陈松比平时更早地来到了办公室。他开始整理自己的物品，将一些私人物品装进纸箱里，然后开始准备交接文件。小林来上班时，看到陈松已经在收拾东西，不由得一阵心酸：“陈师傅，您真的决定了？”陈松点了点头：“早点交接完，对大家都好。”小林欲言又止，最终还是说道：“陈师傅，您走了之后，我会想您的。”陈松笑了笑：“傻孩子，我又不是去外星球，想我了可以随时找我喝茶。”上午，陈松去人事部办理了离职手续。当他拿到那份写着提前退休的文件时，内心五味杂陈。32年的职业生涯就这样画上了句号。回到办公室，陈松继续整理文件。他特意将一些重要的技术资料和注意事项整理成了一份详细的文档，准备交给小林。中午，办公室里的同事们自发地为陈松举办了一个简单的送别会，大家送上祝福，陈松也一一道谢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始终保持着平静的微笑，仿佛离开只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。下午，陈松将整理好的文档交给了小林：“这里是我负责的几个项目的详细资料
和注意事项，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，可以随时问我。小林接过文档，认真地说：“我一定会好好学习，不辜负您的期望。”陈松点了点头，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把钥匙，放在桌子上。这是技术室的钥匙，以后就交给你了。小林看着那把钥匙，突然感到一股沉重的责任感。他知道，这不仅仅是一把钥匙，更是陈松对他的信任。傍晚时分，办公室里的人渐渐离开，只剩下陈松和小林。陈松看了看表，也准备离开了。他背起包，拿起纸箱，环顾了一下这个他工作了32年的地方，眼神中闪过一丝不舍。陈师傅，小林站在门口，声音有些哽咽：“您真的要走吗？”陈松没有回头，只是将手中的纸箱放在桌上，轻轻地说：“有些路，走到尽头就是尽头。”远处，周强站在走廊拐角，冷眼旁观。窗外阴云密布，预示着一场大雨即将来临。小林欲言又止，只见陈松从纸箱里拿出一把陈旧的钥匙，放在桌面上。这把钥匙锁着我30年的心血，也锁着一个秘密。有朝一日，会有人明白这把钥匙的分量。说完，陈松背起包，拿起纸箱，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办公室。在走廊尽头的拐角处，他与周强擦肩而过，两人谁也没有说话。陈松走出大楼时，天已经完全黑了。他抬头看了看锦华集团的标牌，在夜色中闪烁着冷冷的光芒。32年的岁月，在这一刻似乎只是一场梦。夜风吹拂着陈松的脸庞，带来一丝凉意。他深吸一口气，迈步走向公交车站。在他身后，锦华大楼的灯光依然明亮，但那已经与他无关了。第二天早晨，锦华集团的办公大楼笼罩在一片紧张的气氛中。周强站在自己的办公室里，手中拿着一份文件，脸色铁青。文件上赫然写着关于对锦华集团违规操作处以800万元罚款的决定。周强的手微微颤抖，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昨天还一切正常，怎么今天突然就收到了如此巨额的罚款通知？他急忙拿起电话，拨通了公司法务部的电话。王律师，你立刻到我办公室来一趟，有紧急情况。不到5分钟，法务部主管王律师就匆匆赶到了周强的办公室。看到周强手中的文件，王律师的脸色也变得凝重起来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突然会有这样的罚款？周强几乎是吼出来的。王律师仔细阅读了文件，然后沉重地说：“根据这份通知，监管部门认为我们在绿洲项目中存在多项违规操作，包括环保指标造假、安全措施不到位等问题。”周强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：“这不可能！绿洲项目是我们的重点项目，所有手续都是按照规定办理的，怎么会违规？”王律师摇了摇头，通知上说他们接到了举报，并且已经进行了实地调查，确认了违规事实。周强猛地一拍桌子：“举报？谁会举报我们？”王律师谨慎地说：“这个不好说，可能是竞争对手，也可能是内部人员。”周强的眼神突然变得锐利：“内部人员？你是说有内鬼？”王律师没有直接回答，只是说：“我建议立即召开紧急会议，了解情况，然后考虑如何应对。”周强点了点头，立即通知各部门负责人在半小时内到会议室集合。同时，他让秘书准备了绿洲项目的所有资料。半小时后，会议室里坐满了人，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忧虑。
周强将罚款通知书的内容告诉了大家，会议室里顿时一片哗然。怎么会这样？800万，这不是要了我们的命吗？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？众人七嘴八舌地议论着。周强一拍桌子，厉声道：“安静！现在不是互相推诿的时候，我要知道绿洲项目到底出了什么问题。”项目负责人张工站了起来：“周总，按照我们的记录，绿洲项目的所有手续都是齐全的，环保指标也符合国家标准。”周强追问道：“那为什么监管部门会说我们造假？”张工一脸茫然：“这个我真的不知道。”周强环视众人，还有谁知道些什么？会议室里一片沉默，没有人回答。周强的脸色更加难看了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从头查起。张工，你立即组织人手，将绿洲项目的所有文件、资料都检查一遍，看看到底哪里出了问题。王律师，你联系监管部门，看能否申请复议或延期缴纳罚款。其他人回去检查自己负责的部分，有任何发现立即向我汇报。散会。众人纷纷离开会议室，只有小林一个人坐在原地，若有所思。作为陈松的接班人，他刚刚接手了陈松负责的几个项目，其中就包括绿洲项目。但由于接手时间短，他对项目的了解还不够深入。正当小林思考时，周强走了过来：“小林，你还坐在这里干什么？”小林回过神来：“周总，我在想一个问题。”周强皱了皱眉：“什么问题？”小林犹豫了一下，然后说道：“陈师傅昨天刚离职，今天我们就收到了罚款通知，这会不会有什么联系？”周强的眼神突然变得犀利：“你是说陈松？他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？”小林急忙摆手：“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觉得陈师傅对绿洲项目最熟悉，如果能请他回来帮忙看看，也许能找出问题所在。”周强沉思了一会儿，然后摇了摇头：“不行，他已经离职了，再把他请回来不符合规定。你是他的接班人，应该能处理好这些事情。”小林张了张嘴，还想说什么，但最终还是默默地点了点头。回到办公室，小林打开电脑，开始查阅绿洲项目的资料，但他很快就发现有些关键文件居然找不到了。他翻遍了电子文档和纸质档案，都没有找到那些重要的审批文件和技术参数。小林心中一惊，难道这就是问题所在？这些重要文件的丢失是偶然还是蓄意？他突然想起昨天陈松离开时说的那句话：“这把钥匙锁着我30年的心血，也锁着一个秘密。”难道陈松知道些什么？小林决定私下调查一下。他回忆起在陈松的抽屉里见过一个黑色的笔记本，里面记录着各种项目的注意事项，但现在陈松已经把私人物品都带走了，那个笔记本可能也在其中。正当小林为难之际，他突然想起陈松的电脑还没有重置，也许里面还保存着一些资料。他立即打开陈松的电脑，输入了公司统一的密码，但电脑显示密码错误。小林有些意外，陈松居然更改了电脑密码，这不符合规定啊！他试了几个可能的密码组合，都无法登录。就在他准备放弃的时候，突然想起陈松喜欢下象棋，便尝试输入了象棋的拼音 Ziongi， 没想到居然成功登录了。进入系统后，小林开始查找与绿洲项目相关的文件。在一个名为个人备份的文件夹里，他找到了一份名为绿洲项目风险评估的文档。打开后，
小林大吃一惊，这竟然是陈松写给周强的一份警告信，明确指出绿洲项目在环保和安全方面存在多项隐患，如果不及时整改，可能面临严重后果。信的落款日期是半年前，也就是说，陈松早就发现了问题，并向周强提出了警告。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周强显然没有重视这些警告。小林继续查找，在陈松的邮件记录中，他发现了更多与绿洲项目相关的往来邮件，其中有几封是陈松与一位名叫李教授的人的通信，内容涉及绿洲项目的技术问题。在最后一封邮件中，陈松写道：“李教授，感谢您的指导，我已经将您提出的问题向领导反映，但似乎没有得到足够重视。如果情况继续恶化，我不得不考虑采取其他措施。”这封邮件的日期是1个月前，正好是在公司宣布人才年轻化战略之前。小林的心中升起一个大胆的猜测：难道陈松的被迫退休与他对绿洲项目的质疑有关？而今天的罚款又是否与陈松有某种联系？就在这时，小林的电话响了，是周强打来的。小林，你有什么发现吗？小林犹豫了一下，决定暂时不说出自己的发现。周总，我正在查阅资料，还没有找到关键问题。周强的声音有些焦躁，抓紧时间，监管部门给我们的期限只有1周，如果不能提出有效申诉，我们就必须缴纳罚款。小林答应着，挂断了电话。他继续查看陈松的邮件，希望能找到更多线索。在一封发给李教授的邮件中，他看到了一张照片附件，照片上是陈松与一位白发老者的合影，背景似乎是在一个高级会议厅。小林将照片保存下来，决定找人鉴定一下这位李教授到底是谁。他拿出手机，给自己的一个在媒体工作的朋友发了消息，附上了那张照片。不一会儿，朋友回复道：“这不是李明远教授吗？他可是环保领域的权威专家，现在还是国家环保监督委员会的顾问呢。”小林的心跳加速。李明远，国家环保监督委员会的顾问，这个身份可不简单。难道陈松和这样的高层人物有联系？那么今天的罚款会不会就是因为李教授的干预？带着这个疑问，小林决定去找陈松当面问清楚。他查了一下陈松的住址，准备下班后直接去拜访。下班时分，小林驱车来到了陈松所住的小区。这是一个普通的住宅区，没有什么特别之处。小林按照地址找到了陈松的家门，深吸一口气，按响了门铃。“谁啊？”里面传来一个女声，应该是陈松的妻子。“阿姨好，我是小林，陈师傅的同事。”小林恭敬地说。门开了，李芳惊讶地看着小林。“小林，有什么事吗？”小林笑了笑：“我有些工作上的问题想请教陈师傅。不知道他在家吗？”李芳摇了摇头：“他刚出去了，说是有个老朋友约他吃饭。”小林有些失望：“这样啊，那请问他大概什么时候回来？应该不会太晚吧？你要不要等等他？”李芳热情地邀请道。小林正要答应，手机突然响了，他看了一眼，是周强打来的，便歉意地对李芳说：“不了，阿姨，公司还有急事，我改天再来吧，请您转告陈师傅，就说我来找过他。”离开陈松家后，小林接了周强的电话。周强的声音听起来异常紧张：“小林，出大事了，监管部门刚刚通知，他们准备对绿洲项目进行全面调查，如果发现更多问题，罚款金额可能会增加。
小林倒吸一口冷气，这么严重？周强急促地说：“你现在立刻回公司，我们需要连夜整理资料，做好应对准备。”小林答应着，挂断了电话。他看了看表，已经是晚上7点多了。他叹了口气，调转车头，向公司驶去。回到公司后，小林发现办公室里灯火通明，各部门的负责人都在加班加点地整理资料。周强站在会议室中央，指挥着大家的工作。看到小林进来，周强立即招手：“小林，你负责检查技术参数这部分，看看有没有不符合规范的地方。”小林点了点头，接过资料，开始认真检查。但他的心思却不在这上面，他一直在想着陈松和那位李教授的关系，以及陈松现在到底在哪里。深夜，当大多数人都已经疲惫不堪的时候，小林在一堆资料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。在绿洲项目的环评报告中，有些数据明显经过了修改，而原始数据远远超过了国家规定的标准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份修改后的报告上有周强的签字。小林的心一沉，原来问题出在这里。周强为了赶进度，擅自修改了环评数据，这是典型的造假行为，难怪监管部门会下达如此严厉的处罚。但小林并没有立即揭穿这一点，而是默默地记下了这个发现。他决定先了解更多情况，再决定如何行动。第二天一早，公司里的气氛更加紧张了。传言说，监管部门可能会在今天派人来现场调查，每个人都如临大敌。周强召集了紧急会议，要求大家统一口径。如果有人问起绿洲项目的情况，就说一切都是按照规范进行的，环评报告也是真实有效的。小林听了这话，心中更加确定了自己的猜测。周强是在试图掩盖真相，但他还不确定陈松在这件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，是举报者还是无辜的受害者。会议结束后，小林借口要整理资料，留在了会议室。他拿出手机，拨通了陈松的电话。电话响了很久，才被接通。“喂，小林。”陈松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。“陈师傅。”小林压低声音，迅速地说道：“公司出事了，被罚款800万，说是绿洲项目环评造假。我看了资料，发现确实有问题。”周强还要求大家统一口径，掩盖真相。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所以想请教您。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陈松平静地说：“小林，有些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简单。我现在不方便多说，晚上我会去乐泽茶馆，如果你有时间，可以过来找我。”小林记下了地址，挂断了电话。他的心情更加复杂。陈松似乎早就预料到了今天的事情，但为什么不直接说明真相呢？夜幕低垂，华灯初上，乐泽茶馆古色古香的招牌在街灯下显得格外醒目。小林按照地址找到了这家位于老城区的茶馆，推门而入，茶香扑面而来。茶馆内装饰典雅，古琴声悠悠，几位老者正在低声品茗论道。小林环顾四周，在角落里发现了陈松，他独自一人坐在靠窗的位置，面前放着一壶茶，正望着窗外出神。小林走了过去：“陈师傅。”小林轻声叫道。陈松回过神来，微微一笑：“来了，坐吧。”小林坐下，陈松给他倒了一杯茶：“尝尝，这是龙井，今年的新茶。”小林接过茶杯，但显然无心品茶。“陈师傅，公司现在一团糟，我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。”陈松抿了一口茶，
慢条斯理地说：“小林，你在公司的电脑上发现了什么？”小林一愣，没想到陈松会问这个问题。我看到了您给周总的警告信，还有您与李教授的邮件往来。陈松点了点头。所以你已经知道了一部分真相。小林急切地问道：“那位李教授真的是国家环保监督委员会的顾问吗？今天的罚款是他举报的结果吗？”陈松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反问道：“小林，你认为一个企业最重要的是什么？”小林想了想：“效益、竞争力。”陈松摇了摇头：“是良心和责任。一个没有良心的企业，再有效益，也终将走向衰败。”小林若有所思：“陈师傅，您是说周总在绿洲项目上丧失了良心？”陈松叹了口气：“不能完全这么说。周强是个有能力的人，但他太急功近利了。绿洲项目关系到周边几个村庄的饮水安全，如果环保措施不到位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多次提醒他，但他总是以市场竞争、工期紧张为由，敷衍了事。”小林的心情更加沉重。“那您被逼退休，是因为周总怀疑您会举报？”陈松抿了一口茶，眼神深远：“也许吧，但无论如何，我都不后悔自己所做的一切。有些底线不能碰，有些原则不能破。”正当两人交谈时，茶馆的门再次被推开，一个身影匆匆走了进来。小林回头一看，顿时惊呆了，竟然是周强。周强看到小林与陈松在一起，脸色顿时变得极为难看。“小林，原来你在这里，我找你半天了。”小林有些慌乱。“周总，我……”周强打断了他：“不用解释了，陈松，我早该想到是你在背后搞鬼。”陈松淡然一笑：“周强，坐下喝杯茶吧。”周强怒道：“喝什么茶？你知不知道，因为你的举报，公司现在面临多大的危机？”陈松摇了摇头：“我没有举报任何人，危机是你们自己造成的。”周强冷笑一声：“没有举报？那监管部门怎么会突然对绿洲项目下手？而且正好是在你离职的第2天。”陈松平静地说：“这个世界上，正义迟早会到来，不需要我去举报。”就在这时，茶馆的门再次被推开，走进来一位白发老者，正是照片上的李明远教授。他看到陈松，笑着走了过来：“老陈，抱歉来晚了。”陈松站起身，恭敬地说：“李教授，您来了。”李明远看到周强，微微皱眉：“这位是？”陈松介绍道：“这是锦华集团的总经理周强，还有这位是我的接班人小林。”李明远点了点头：“周总，久仰大名。”周强的脸色变了又变，终于勉强挤出一丝笑容：“李教授好。”李明远坐了下来，陈松给他倒了一杯茶：“李教授，周总正在为绿洲项目的罚款发愁呢。”李明远淡淡地说：“哦，那个项目啊，确实存在不少问题，监管部门已经组成专案组调查了。”周强的脸色更加难看了：“李教授，我们公司一向遵纪守法，这次可能是工作人员的疏忽。”李明远打断了他：“周总，别再狡辩了，我看过你们的环评报告，数据造假的痕迹太明显了。如果不是陈松及时提供了原始数据，后果可能更加严重。”周强猛地站起身：“什么？陈松提供了原始数据？”李明远平静地说：“是的，他作为项目的技术负责人，一直保留着原始数据备份。”周强怒视陈松：“你这是背叛公司？”陈松叹了口气：“我只是在做一个有良知的工程师应该做的事情。”
李明远看了看表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该走了。陈松点了点头，起身与李明远一起准备离开。临走前，他对周强说：“周强，罚款只是开始，明天监管部门的人会来公司进行全面调查。如果你还是打算隐瞒真相，后果将会更加严重。”周强脸色铁青，但不敢在李明远面前发作，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陈松与李明远离开茶馆。小林看着周强的狼狈模样，心中五味杂陈。他犹豫了一下，说道：“周总，我们回公司吧。”周强阴沉着脸，没有说话，默默地跟着小林离开了茶馆。回到公司后，周强将自己关在办公室里，任谁也不见。小林则回到自己的工位，思考着今晚所见所闻。他没想到事情会如此复杂，更没想到陈松竟然与环保监督委员会的高层有这样的联系。第二天一早，果然如陈松所说，监管部门的人来到了锦华集团，开始了全面调查。周强被迫配合，公司上下一片紧张。小林在整理资料时，接到了陈松的电话。小林，情况怎么样了？陈松关心地问道。小林压低声音：“陈师傅，监管部门的人来了，正在检查资料。周总被叫去问话了。”陈松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“小林，有些事情我想告诉你。我之前在锦华工作的时候，并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工程师。”小林一愣：“什么意思？”陈松继续说道：“在加入锦华之前，我曾在国家环保部工作过多年，后来才转到企业。李教授是我的老领导，也是我的引路人。”小林惊讶地说不出话来：“您是说，您其实算是半个监察员吧？”陈松的语气中带着一丝无奈：“这些年来，我一直在默默记录锦华的各种违规操作，希望能够从内部推动改革。但周强上任后，情况急转直下，他为了追求短期利益，不惜铤而走险。”小林恍然大悟：“所以这次的罚款只是给锦华的一个警告。”陈松叹了口气：“如果周强能够痛改前非，配合调查，主动整改，也许公司还有救。否则……”小林明白了陈松的意思：“陈师傅，您放心，我会尽力劝说周总的。”挂断电话后，小林思考着该如何向周强传达陈松的意思。就在这时，周强从会议室出来，面色凝重：“周总。”小林迎了上去：“情况怎么样？”周强苦笑一声：“完了，彻底完了。监管部门说，如果我们不配合调查，不仅罚款会增加，还可能吊销我们的营业执照。”小林小心翼翼地说：“周总，也许我们应该请陈师傅回来帮忙。”周强猛地抬头：“陈松，那个叛徒。”小林摇了摇头：“周总，陈师傅不是叛徒，他只是在坚守自己的原则，而且他对绿洲项目最熟悉。如果他能够帮忙，也许我们还有转机。”周强沉默了很久，最终长叹一声：“也许你是对的，但他会愿意回来吗？”小林鼓励道：“我想，如果您亲自去请他，他会考虑的。”周强思考了一会儿，最终点了点头：“好吧，我去试试。”当天下午，周强亲自驱车来到了陈松家。他站在门口，犹豫了很久，终于按响了门铃。门开了，是李芳。看到周强，他的表情顿时变得冷漠。“你找谁？”周强尴尬地说：“我找陈松，有急事。”李芳冷冷地说：“他不在家。”说完，做事要关门。周强急忙伸手拦住门：“请等一下，李姐，我是真的有急事找陈松，公司遇到大麻烦了。”
只有他能帮忙，请您告诉我他在哪里。李芳看到周强焦急的样子，稍微软化了一点。他在书房接待客人，很重要的人，不想被打扰。周强恳求道：“李姐，就说我来了，求他帮忙，好吗？”李芳犹豫了一下，最终点了点头。你等等。不一会儿，李芳回来了，她说：“你可以进去，最里面的房间。”周强感激地道谢，走进了陈松的家，来到书房门口，他深吸一口气，轻轻敲了敲门：“请进。”里面传来陈松的声音。周强推开门，看到陈松正在与一位身着正装的中年男子交谈，那人一看就非等闲之辈，举止谈吐间透露着一种威严。陈松看到周强，点了点头：“周总，你来了。”中年男子转过头，上下打量着周强，然后对陈松说：“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周强？”陈松点了点头：“是的，张局长，这是锦华集团的总经理周强。”张局长。周强心中一惊，难道这位是？中年男子站起身，淡淡地说：“我是环保局张明，负责绿洲项目的专案调查。”周强的腿一软，差点站不住。他没想到竟然在陈松家里遇到了环保局的高官。这一刻，他终于意识到陈松的身份远不是一个普通的工程师那么简单。张明看着周强，语气严肃：“周强，你终于来了。陈顾问早就和我提过你们单位的情况，这次罚款只是个开始。如果你们再不重视合规问题，后果不堪设想。”周强满脸通红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陈顾问，我错了，我来接您回去。”陈松微微一笑，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点了点头，表示接受周强的道歉。张明对陈松说：“老陈，既然周总已经认识到了错误，我们就按照之前讨论的方案处理吧。”陈松点了点头：“谢谢张局长。”张明拍了拍周强的肩膀：“年轻人，犯错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不知悔改。好好配合陈顾问的工作，把绿洲项目的问题彻底整改好。我相信，在陈顾问的帮助下，锦华一定能够重新走上正轨。”周强连连点头，感激涕零：“谢谢张局长，谢谢陈顾问，我一定痛改前非，全力配合整改工作。”送走张明后，陈松和周强面对面坐下。周强羞愧地低着头：“陈松，对不起，我不该逼你退休。”陈松摇了摇头：“周强，我不是在乎退不退休，而是在乎锦华的未来。我在那里工作了30多年，早已把它当成自己的家。看到他走向歧途，我怎能袖手旁观？”周强抬起头，诚恳地说：“陈松，求你回来吧，锦华需要你。”陈松沉思了一会儿，最终点了点头：“好，我回去，但不是为了你，而是为了锦华，为了那些依然在锦华辛勤工作的同事们。”第二天一早，陈松重新回到了锦华集团。当他走进大楼时，许多员工都惊讶地看着他，有人窃窃私语，有人投来敬佩的目光。周强亲自在门口迎接他，态度恭敬了许多。“陈顾问，您来了。”陈松点了点头，径直走向会议室。周强已经在那里召集了公司的核心管理层，准备开会讨论如何应对当前的危机。看到陈松进来，会议室里顿时安静下来。周强走到讲台上，严肃地说：“各位，首先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位特别的同事，陈松，陈顾问。之前由于我的决策失误，陈顾问被迫离开了公司。现在面对公司的危机，他重新回来帮助我们，我们应该表示感谢。
会议室里响起了掌声，陈松点了点头，示意大家安静。周强继续说道：其次，我要向大家承认一个事实，这次的罚款事件完全是由于我的决策失误造成的。我为了追求短期利益，无视了环保合规的重要性，导致公司陷入了危机。在此，我向大家道歉。会议室里一片寂静，所有人都没想到周强会如此坦诚地承认错误。周强转向陈松，接下来请陈顾问为我们介绍如何应对当前的危机。陈松站起身，走到讲台上。各位同事，我想先明确一点，我回来不是要追究谁的责任，而是要一起解决问题。锦华是我们共同的家，我们必须一起守护它。接下来，陈松详细分析了绿洲项目中存在的问题，并提出了解决方案。他建议成立一个专项整改小组，由他和小林共同负责，全面排查项目中的环保隐患，制定整改计划。会后，小林跟着陈松来到了他的新办公室。办公室比之前大了一些，门口的牌子上写着技术顾问陈师傅。小林有些好奇，您到底是什么身份啊？陈松笑了笑，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工程师，只不过以前在环保部门工作过，认识一些人罢了。小林若有所思，那您这些年在锦华是在监视公司吗？陈松摇了摇头，不是监视，而是引导。我希望锦华能够成为一家真正负责任的企业，不仅创造经济价值，也创造社会价值。可惜周强上任后太急功近利了。小林恍然大悟，所以您其实一直在保护锦华。陈松点了点头，可以这么说。如果我真的举报锦华的所有违规行为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这次的罚款只是一个警告，给周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小林感慨道：陈师傅，您真是深藏不露啊。陈松笑了笑，好了，别说这些了，现在我们要开始整改工作了。你先把绿洲项目的所有资料整理出来，我们一项一项的检查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陈松和小林带领整改小组，全面排查了绿洲项目中的环保隐患。他们发现，除了环评报告造假外，项目在施工过程中也存在诸多不规范操作。如果不及时整改，很可能会导致严重的环境污染。周强全力配合整改工作，他亲自到现场督导，确保整改措施落实到位。在陈松的建议下，他还聘请了第三方环评机构重新评估项目的环境影响，并根据评估结果调整了项目方案。经过2个月的努力，绿洲项目的环保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。监管部门的复查结果也很满意，同意将罚款金额降低了一半，并给予了适当的整改期限。这段时间里，周强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他不再一味追求短期利益，开始重视企业的长期发展和社会责任。在一次管理层会议上，他公开宣布取消了人才年轻化政策，强调公司将更加注重人才的能力和贡献，而不是年龄。这一决定得到了员工们的普遍欢迎。那些原本担心被提前退休的老员工们松了一口气，工作热情也重新高涨起来。陈松看到这一变化，心中欣慰，他知道锦华正在走向正确的方向。一天，周强来到陈松的办公室，递给他一份文件。陈顾问，这是公司新设立的技术顾问委员会方案，请您过目。陈松接过文件，仔细阅读。方案中提到，
公司将成立由资深技术专家组成的顾问委员会，为公司重大项目提供技术支持和风险评估。委员会主任由陈松担任，直接向董事会汇报工作。陈松看完文件，抬头看着周强：“这是你的主意？”周强点了点头：“是的，之前的危机让我认识到，公司需要一个独立的技术监督机构，防止再次发生类似的问题，而您是最合适的人选。”陈松沉思了一会儿，然后说道：“这个想法很好，但我建议委员会成员应该包括公司内外的专家，形成更广泛的监督网络。”周强立即表示赞同：“您说的对，我会按照您的建议修改方案。”临走前，周强犹豫了一下，然后诚恳地说：“陈松，谢谢你，如果没有你，锦华可能已经不存在了。”陈松微微一笑：“不用谢我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锦华这个大家庭。”时光飞逝，1年过去了。锦华集团在经历了那场危机后，迎来了新的发展局面。绿洲项目在完成整改后，顺利通过了环保验收，成为了行业内的标杆项目。公司的企业形象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，业务范围不断扩大。这一天，锦华集团迎来了它成立35周年的庆典。作为技术顾问委员会的主任，陈松被邀请在庆典上发言。礼堂里座无虚席，台下坐满了公司的员工和来宾。当主持人宣布陈松上台时，掌声经久不息。陈松站在讲台上，环顾四周，看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，有一直支持他的小林，有已经完全改变的周强，还有那些与他共事多年的老同事们。各位同事，各位朋友，陈松的声音沉稳而有力。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，庆祝锦华集团成立35周年。35年的风雨历程，锦华从一个小小的工程队发展成为行业内的领军企业，这其中凝聚了几代锦华人的智慧和汗水。他停顿了一下，继续说道：1年前，锦华经历了一场危机，但正是这场危机，让我们重新审视了企业的责任和使命。企业不仅要追求经济效益，更要承担社会责任，保护环境，服务社会。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，锦华在危机中重生，变得更加强大。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。陈松微微一笑，等掌声平息后，继续说道：“在锦华的发展历程中，有很多人做出了贡献，有的人已经退休，有的人仍在岗位上奋斗。但无论是谁，只要曾经为锦华付出过，就永远是锦华的一份子。”说到这里，陈松的目光落在了周强身上。1年前，正是周强逼迫他提前退休，引发了一系列的事件。但今天，他们已经成为了互相尊重的合作伙伴。最后，陈松的声音充满感情：“我想说，锦华的未来在于人才，无论老少，只要有能力、有责任心，都是锦华宝贵的财富。希望在座的每一位都能为锦华的明天贡献自己的力量。谢谢大家！”台下响起雷鸣般的掌声。周强走上台，亲自为陈松献上了鲜花，两人紧紧握手，相视而笑。庆典结束后，陈松来到公司楼顶的露台上，眺望远方。夕阳西下，金色的阳光洒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，也洒在他沧桑的脸上。小林走了过来，递给他一杯茶：“陈师傅，您在想什么？”陈松接过茶，轻轻抿了一口：“我在想，人生的道路上，有些坚持是值得的。”小林点了点头：“就像您坚持的环保理念。”陈松笑了笑：“不仅仅是环保，
还有对职业的忠诚，对良知的坚守，这些东西是金钱买不到的。小林若有所思，陈师傅，您说的对，这1年多来，我从您身上学到了很多。陈松拍了拍小林的肩膀，你是个好孩子，未来的锦华就靠你们这些年轻人了。这时，周强也走了过来，陈松还在这里啊？陈松点了点头，再看看这座城市。周强站在陈松旁边，也眺望远方。1年前，我差点毁了锦华，多亏有你，才让锦华重新站起来。陈松摇了摇头，不仅仅是我，是所有锦华人共同的努力，才有了今天的成就。周强诚恳地说，但没有你的引导，我可能永远都不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。陈松微微一笑，人总是在犯错中成长的，重要的是能够认识到错误，并且努力改正。3人站在露台上，沐浴在夕阳的余晖中，眺望着城市的远方。在他们的脚下，锦华的标志在晚风中闪烁着光芒，像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